大家好，比特币投资就像打猎，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待好的出手时机，只为了一击命中。那等下来聊聊好的时机。2年之前，反正 16K 是做多，以及后面 25K 左右，群上面是再做多。这一个 Vegas 指标，每一次在4个小时里面的黄金交叉，包括后面 50K 左右，再一次黄金交叉，也是再一次带大家做多。但是自比特币10万美元以后，现在不是一般的难操作，要搞几百刀短线娱乐。那昨天庄家钱包买完比特币就涨，等下来分享一些观点。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有用我们 OKX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现货合约各交易一笔，没有金额限制，可以在 Discord 社群上面联系我们，帮你拉进交易圈。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 Top 100钱包地址，这2天一直在跟踪的，也就是2022年，当时为什么希望朋友们在2万到1万5左右去抄底？不光光是这一支12名的有可能是主力的钱包地址，其实还有一大堆的金鱼，在2022年的时候2万到1万5左右是在疯狂的抄底比特币。那或者这几天是跟朋友们提到，主力感觉是继续买了1000枚，7天左右买了1000枚，然后30天左右是又继续买了2400枚的比特币。那或者有朋友是不知道这一个要怎么查看啊？也就是你直接输入这个地址点 com 嘛，就可以在上面查看到比特币 Top 100的钱包地址，包括这一个 EAY 开头的，可能就是主力金鱼的钱包地址。那再看一下啊，反正这一条灰色的线，当时比特币价格是在2022年11月份，价格是在15000到16000美金左右。然后这个钱包蓝色的线是首次建仓了2万枚的比特币，后面比特币涨到3万，涨到3万，然后跌到5万，跌到5万，就是这条灰色的线啊，蓝色的这一个持仓数量，它是一直在增加，增加到接近4万枚的比特币。那或者自10万美元的比特币以后，这个钱包是从接近8万枚，蓝色的线是有减差，而且我们看一下灰色的线，比特币10万美金已经1年了，那完全有可能这一个就是庄家的钱包啊，已经盘整了1年，但是最近又开始有动作，好像是昨天是没买啊，31号是没买，30号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些数据加起来，每一笔又是100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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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那链上金鱼的数据，也就是前面这一根下跌，那昨天的 YouTube 视频已经跟大家讲了，主力金鱼的钱包前面的这个位置，反正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它是买了6258枚的比特币，然后昨天的这根蜡烛，现在就来了一根多头的抵抗。那等下来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主力是在打底。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图表，这一个 Vegas 指标，有朋友也是在问我，现在的 Vegas 指标感觉不太漂亮啊。这一个144的通道跟这个576、676的通道，好像目前是在死亡交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好的时机，当然现在有可能比特币价格还是在盘整。那或者我们看一下，你如果是右侧的交易者，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它这个 Vegas 指标。如果144的通道黄金交叉，也就是这一个576跟676的通道，那你要去多关注啊，有可能比特币1年才有一次这么重要的黄金交叉，这种就是大机会。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比特币价格上涨，然后2023年的时候，在这个 25K 的位置又再一次144的通道黄金交叉，这个576跟676的通道。那或者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个指标怎么打开啊，你点击这个 indicator， 然后搜索 VEGAS， 随便用哪一个指标，比如这一个 Vegas 双通道点开，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设置，去看一下它里面的参数。A 组的话就是144跟169，然后 B 组的话就是576跟676。那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个过滤线给它关掉，就可以得到跟我一样的指标。所以我们看一下后面比特币在2023年这么重要的 Vegas 通道黄金交叉，1年只有1次，或者是有可能多的话会有2次。比特币价格从 25K 左右
当时 26K 也是在交易群上面，反正100叉做多。那后面比特币价格是翻了好几倍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比特币在2024年的时候，价格大约在 50K 到 60K 的这一个区间，Vegas 指标再一次黄金交叉。那现在的比特币4个小时的这个 Vegas 指标，有朋友是在担心它这个位置死亡交叉，现在是很难做我的判断有没有可能是在区间里面盘着，那或者你也要反，因为有朋友是提到像之前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死亡交叉，后面比特币是继续挖坑，但是现在的这个 Vegas 指标我感觉是有一点不同比如说当时的这个位置下跌，其实上面是一个箱体，下面目前的位置有可能就是一个更大的箱体。如果要死亡交叉，当时这个位置就要下去或者是这个位置就要下去，以及这个位置也要死亡交叉，但是价格又上去又下来，又感觉要死亡交叉，有可能我的观点是这整个位置全部都是箱体。当然你如果是新的资金或者是新的投资者，我的观点也是一样，你尽量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也要留一部分资金去放，万一它真的又跌破10万美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交易所的余额。为什么希望老粉丝们，你如果是2年之前跟我2万一起抄底的比特币，那你看一下反正目前交易所比特币钱包的余额是继续创出历史新低反正我的观点是，当时也不知道美国会支持这个比特币，但是现在牌子都已经明牌了，很多国家目前都在跟随美国囤积或者是储备比特币，包括一大堆的上市公司。所以只要比特币数量越少，有没有可能哪一天交易所里面的比特币买到你可能有钱都不一定买到这个比特币的时候，那你认为未来的比特币价格会涨到多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那目前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像历史上的一些区间，如果是在盘整的结构，我们要去多留意，因为我感觉这个位置一根下跌，第二根上涨，这是一个多头的吞噬，然后这个位置一根下跌，第二根多头拇指线，包括这个位置一根下跌也是多头的吞噬，或者是这个下跌其实昨天也是很像一个多头的吞噬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比如说2022年当时比特币在16000美金到15000美金的底部，可以看一下下跌多头抵抗，它是没有形成一个多头吞噬，其实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多头抵抗的 K 线，然后这个位置也是接近多头吞噬，或者是这个位置也是多头吞噬。那我们看一下，它就是在区间盘整，然后后面价格就开始上涨。所以现在的比特币交易所的钱包余额是在不断的下降，整个大长线我的观点是还是尽量看涨，那或者短线的比特币你如果担心的话，就尽量去观察一下什么时候4个小时的那个 Vegas 指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我感觉狗狗币有可能也是在区间盘整，而且已经看到多头吞噬，多头抵抗，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太坊上一次从这个压力区下来，不过目前也是有看到可能盘整里面多头吞噬，接近多头吞噬，或者是也是多头抵抗。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